又是一个酷酷的室内建模思路分享。这期视频的名字由你来定，来看下完成后的效果。这个模型还原度你打几分？大家好，我是讨厌设计的 Mars， 又来给大家录视频了。今天这个室内建模的思路比较考验大家的综合能力，包含了很多基础但是特别又实用的一些技巧。那我们就干起来吧。然后回到我们 SU， 本期视频用到的插件呢是顶点编辑器、曲线放样、贝兹曲线编辑、联合推拉，还有一款是这个匹兹助手。想要获取本视频插件、原模型或者素材，大家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大家也可以跟着练习一下，把你练习的作品发布在平台并我，看一下你的成果。在开始今天的模型之前呢，先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关于如何去画好一根曲线，关于贝兹曲线编辑这个插件。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模型呢，它的曲线类的东西就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想怎么去画出一些准确又漂亮的曲线的时候呢，就很重要了。回到我们 SU 里面来，那我们在画曲线的时候，就先不要去考虑它的曲线，那我们就可以用直线的方式把它的大体的状态给它画出来。后续的时候呢，再去转换成曲线，这种的话是最好的一种形式嘛。用贝兹曲线这种方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解决一些这个曲线不好画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把一根直线转成一根曲线。大家理解清楚一点，就是一根直线的话其实是有两个点来组成的，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端点。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它去增加两个点，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了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的线条。这种感觉线条的话，其实曲线的原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是相当于说无限的给这一条直线去增加段数，而让它变成一根曲线的感觉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所以说呢，那我们在画这个曲线的时候呢那我们只需要给它去增加一个阶数增加一个阶数，也就是说这个贝兹曲线编辑当中的第二个命令叫贝兹修改阶数。那我们把这个阶数的话，原来的时候是1节1节的话它就是一根直线，那我们把它改成2节，中间的这样的话中间就变成一个点，那只要拖动中间这个点这根线它就会自动变成一根曲线的状态就生成出来了。而它默认的有一个分段数，就是把这个分段数改成20的分段数了，这是这个插件所自定义设定的一个默认参数就是20个分段数。 OK， 但是这个的话已经足够我们去使用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阶数改成比如说4节3节3节或者4节，你看你比如说你改变这一块那你就可以把扭动这块区域，那你再改动这块，你就可以把这块区域的曲线改变一下，然后把它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往里面拖就可以改变它的这种弧度。这样的话，通过这种点的一种拖拽，然后而让这个曲线变得更加优美，更加符合我们建模的一些需要。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技巧就补充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开始搭建我们今天的模型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做一个柱子吧，800×800，我们给它拉一个高度45004.5米的高度，打成一个组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打成组件，比如说复制一个7800吧，也就是相当于说它的柱间距的话就是7米。我们要假设出来一个天花板因为我们在做所有东西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到一个这是柱子的话是顶到天花板的，但是我们吊顶的位置是可能吊不到那么高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比如说吊顶的位置吊到了位置差不多在3.5米左右的位置吧。那现在3.5米的位置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位置上给它画一根线就可以了。那现在的话，那我们就找到这个线条的终点，然后给它画一根这样的曲线过来这些区的话就可以不要了。把这个的分段数可以给它设定一下，比如60高一点。那现在的话，那我们设定好了这个吊顶的起始位置，然后再者呢，那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就是这个柱子下面这块它的弧是从哪里开始的，比如从这个位置开始的，差不多也就是在差不多在800到1米的样子那我们就给它设定一个，比如说800的左右的位置800的位置。好，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线条的话可以往上去压一点点这样的话就是稍微去编辑一下线条的曲率嘛，对吧？第一根线就 OK 了。那我们把这个的话就可以先删除掉，先不要它。好，那现在的话，那我们直接开始用顶点编辑器，然后去选中其中的一个顶点，然后对它进行去做拖动。拖动的时候呢，就要设定一个软选择半径值软选择半径值干预到哪里？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干预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是说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只要能干预到这个位置就 OK 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在4500看一下能不能干预到，差不多4800的位置，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吧。OK， 那这样的好了以后呢，那我们直接往这边偏移。偏移多少呢？偏移的距离就是取决于这个吊顶从这个边上往外吊出来的距离有多少。那比如说我们给它偏移出来2米吧，好，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记住，然后让这个点一定要在这个点这个顶点的位置要在这个点上。好，那我们直接给它把这一根线给它做一下焊接，这根线位置就好了。好了以后呢，那我们把这根线呢给它镜像一根 ，OK， 这样的话2根线的位置就 OK 了。
这两根线好了以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它方向一下啊，方向一下。好，这样的话这个面就出来了。那我们把这个面给它做一下反转，第一个面出来了啊，有点那个感觉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面的话给它隐藏掉，隐藏掉了以后呢，那我们现在的话再来去做啊，就是关于这个侧边的这个面啊，侧边的这个面的话是怎么样做呢？我们 Ctrl+C 复制一份这个线条，然后把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它找到一根差不多在中间的位置吧啊，然后直接给它拉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对吧？啊，然后呢，记住一下拉的这个数值啊，拉的这个数值 1.11， 对吧？那我们这边的时候呢，也是 1.11 啊，然后往上走啊，也走个 1.11 ，OK， 好，这样的一种概念。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复制了一下，然后做一下定点粘贴，就是把原来这根线的位置不要去动它，对吧？这两根线 OK 了以后呢，那我们选出这两根线以后，然后给它做一下方向啊，这样的话，这个侧边的这个面就出来了啊，然后反转一下平面 ，OK， 好，把这个线跟这个线我们给它做一个镜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镜像过去了啊，加这个隐藏掉，隐藏掉了以后呢，那我们现在的话再开始的就是再方向一下，把这个面啊也给它方向一下啊，也给它方向一下，给它确定。啊，方向出来，把我们所有方向的面全部取消隐藏回来，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就生成出来了。OK， 然后直接把这几个 Ctrl+X 剪切，进到这个群组里面去以后，点击一下定点粘贴。OK， 这样的话两边就出来了，对吧？两边就出来了。OK， 然后两边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再进到这个群组里面去以后，选中这个，再给这一段整体做一个镜像，这样的话。一个完整的一个形态就生成出来了。你要选中这个线条以后，先来给它做一个镜像。我们把它隐藏掉以后，像这种线条的话，我们也一样的给它打成一个群组，给它隐藏掉。啊，我们要的就是这根线条，用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基础方法啊，就是我想要让这一块区变得弧形出来。弧形出来怎么弧形呢？那我们就直接画这个直线啊，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一个高度啊，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高度。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找一根双击一下啊，双击一下有一个延长点，然后用这个背字曲线编辑啊这个命令，然后我们直接给它设定两个分段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往这边一拉啊 ，OK， 这样的一个线条就被生成出来了。生成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直接给它往这边移过来。移的距离呢，大家最好是设定的距离是，比如说是固定的，比如说1.5米左右的位置 ，OK。然后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去做一下 Z 轴压平啊，压平呢完了以后呢，直接给它提到最顶上，给它这个点对齐啊，这个点对齐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对这个线条的分段数做一下整理，然后用这个把它改成，比如说100个分段数吧 ，OK。然后下面这个分段数的话，也一样的要去做调整。啊，100个分段数 ，OK， 选中这两个线条以后，我们点方向，方向的时候，然后我们只需要确定好需要用的线条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部分的线条。好，然后呢，那现在的话，再开始就是把这根线条，我们这块是1.5米，那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的时候，再给它拉过来一个3米。这一段呢没有那么弯曲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它压过来一点点啊，压过来一个0.3左右的位置吧。好，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的话就直接点方向。啊，点这个点，再点这个点，点方向。方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边是这一段的2倍，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得到出来的线条的密度感是一样的。好，那我就把所有的线条全部给它炸开，然后呢，再给它打成一个大的群组。啊，点击一下我们这个叫撤销隐藏，点全部。OK， 线条的部分，我们看我们线条的部分就完成了。不完成了以后呢，那我们直接 Ctrl+X 剪切。啊，进到这个组件里面去以后，然后点定点粘贴，啊，这样的话两边的就生成出来了，对不对？两边生成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直接进到这个组件里面去以后，然后选中这所有线条，就用我们之前用到的比较多的方式，比如拉线成面啊，或者定点编辑啊，都可以用。那我们主要选中这个群组以后啊，然后给它用模型切割的方式切割掉以后，把上面这个部分删除掉，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很整齐的状态了，对吧？啊，很整齐的状态就生成出来了，然后再选中这些所有的面，然后给它啊做一个联合推拉吧，比如说给它一个10个的厚度，薄薄的，然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块模型就生成出来了。我不确定材质是不是有点渐变颜色的感觉，然后还是灯光的原因，然后我们就用我们上一期视频做到的，我们用高程的方式来去调整它的颜色，对吧？Attitude，然后颜色的话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其他的方案，对吧？
然后直接再给它调整回来。调整这个东西以后，那我们直接再给来个镜像，然后整体的模型大体的模型就算是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可能这块区域还有一个小细节，它就是往上还有一个厚度要推拉给它推拉一个厚度给它往上推拉一个厚度。推拉的话，比如推拉个300的样子。好，那我们再对它进行去做一下复制，就完成了。好，然后整体的模型就基本上就被生成出来了。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渲染的效果。OK， 本期视频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一些。如果你觉得这个模型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好的话，并且做的效果比我这个还更好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方法打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就已经3连下方私信投稿，帮你搞定 SEO 的任何问题。感谢大家的收看。